嗨，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因为疫情的结束，国门大概已经开放大概半年左右啊，然后又刚好加上最近过年，就有非常多的海外学生想要回国来学习一些一技之长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呢特别抓了一个，这次是从澳洲回来的。那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龟小 V， 海龟。海外归国的小 V。我想说有。好，我从澳洲布里斯本那边飞回来。好，那小 B 可以告诉我们观众朋友，就是你在这边学了哪些项目？我在 Gina 老师这里学了纹绣，还有美睫。好，纹绣全修班跟美睫全修班。对对对，我真的觉得你真的非常的适合拍影片，你知道？你刚刚那个一声嗨，我就觉得你的气场快要把我盖过去了。没有，不敢当。他在上课的时候真的是太活泼了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请他跟大家来做分享。你为什么选择回来台湾上课？我在回来台湾之前，我其实有在当地找，就是当地的学院，然后其实那边的学费高很多，很多，对，多2倍、3倍、2倍有，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，然后有很多专有名词，我觉得我怕我会听不懂。那一方面我也觉得我们台湾的技术比较成熟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你学完之后，你在澳洲的话，你的客群有可能是希望是外国人客群，还是亚洲客群？当然是通吃啊，通吃。为什么你会觉得外国人的技术跟台湾的技术好像台湾比较好呢？我觉得台湾可能因为我比较了解台湾人的习性，然后我会觉得台湾的方式我会比较好吸收，可能你会比较喜欢作品的样子，也会比较喜欢。对作品，我自己其实也常常到国外去上课。讲真的，其实你没有带翻译就真的会完全听不懂。但是你带了翻译之后呢，你真的只能得到那个老师的，你如果5成听得懂就不错了因为像他讲的，会有很多专有名词。其实我们是你问那个老师，那个老师就会跟你讲一个专有名词，可是你真的会不知道那个专有名词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什么东西，那就会变成很多东西你会听不懂。而且他们外国人很喜欢翻白眼的真的这么会哦。对啊，韩国不会，韩国老师会很温柔、很客气，然后客气到真的你会觉得好像你跟他距离很远。对，有时候会有一点就是女神离他很远。对，那我想问说就是我们学完回去，那你们那边做一个眉毛大概可以收多少钱？一个眉毛，好像它有分赠送补色跟没有补色，那通常就是390块澳币左右。390块澳币等于多少台币呢？大概如果我以400块去算的话，现在的汇率大概20块、21块的话，可能就8、9千台币。所以做一个眉毛没有补色还是有补色？应该是没有补色。没有补色8、9千。那如果有补色的话呢？就另外再看你要加多少钱这样。那要给小费吗？不用，我们那边是没有小费制的所以如果做一个眉毛做一次，然后再加补色，有可能是13000到15000之间大约。那还不错啦。那你觉得你这次回来台湾，你学习最有收获的是什么？因为我整个就是从零开始，所以其实我学到的每一个东西，我觉得都是收获。对，这个就很难。应该讯息量很大吧？讯息量非常的大。其实一开始在第一次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其实很紧张，然后因为我怕讯息量太大，然后我吸收不了。对。但其实老师真的就是手把手这样子教你，然后一直提醒你这样子。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好像也常常一直 repeat， 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老师真的很辛苦，很有经验。我都知道你们已经忘了差不多，眼神涣散了。对，就是老师可能说100分，我们可能吸收30分而已。对，这是我跟你讲的。对，所以就变成要一直反复的一直复习。其实我们这边真的蛮适合就是初学者来这边上课的。那我想问你之前呢，就是你现在要从事美业了，你之前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？我之前从事的工作跟美业完全没有关系。这边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是之前是做服务业的。在国外好像服务业其实是比较多的，就是我们刚到国外的话，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回来台湾，然后学个一技之长，这个应该是非常可行的吧？非常值得。如果你要有一个一技之长，生活会不会改善，其实怎么样都是看你自己。就像你每个人都很想创业，我想要当老板，但是你自己不努力的话，你一样创业也没有用。对，但是你如果有一技之长的话，真的就是为你自己开了一条路。因为你学习了非常多的项目，
目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问你一下，你觉得就是你在吸收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，或者是需要留多少时间这样？我这次回来比较久，至少快要2个月。我原本只报一项科目，但是我后来就是又再多报一项，觉得应该可以上完。对，那其实真的可以上完。那在吸收方面的话，你可能真的就是要稍微调整一下，调配一下你的时间。你要练习，要多练习。因为你要告诉自己，你钱都花了，对，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压力，对，一口气把它学起来，对，因为我们回来的时间真的很短。那吸收方面的话，其实我真的觉得看个人。像我的话，我学习比较慢，但是我觉得你只要有练习，1回生，2回熟，3回变高手，4回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好押韵哦！我原本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，然后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已经有一个姿势在那边，就是我会接睫毛了，我会就是纹绣了，我就觉得自己会更有自信。对，因为有很多国外同学，他们要回来台湾上课的时候，他们其实都会看大量的网页。对，那你觉得像我的话，我会尽量把我的讯息写得透明一点。那你觉得我们有没有漏写一些什么？就是有什么有什么是我没有注意到要补充上去的？我觉得很多都已经很透明了。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，就是在找课程之前，一定都会看好多学院、好多老师的教学。那每一位老师都是很专业的，但是你就是可以去选一个你看得顺眼的。像我自己，我其实是老师的迷妹，真的。然后那时候要来上课的时候，我很紧张，因为要见女生。对，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老师？是因为老师他把很多资讯、很多专业的资讯都放在网页上面，然后让我们自己去看。有很多海外同学，他们如果回来台湾，有的很多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他们变得要选择1对1，赶不上团体课。那也有很多同学他是特地要选择1对1，因为他觉得1对1的学习效果可能会比较好。那关于这点，你觉得？因为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就会不知道要问老师什么问题。但是你如果上团体班的话，除了你自己的问题之外，你的同学也会有他们的问题，那你学习的其实是更多的，而且气氛也更欢乐。对，气氛也更欢乐。因为1对1通常都比较死气沉沉。如果海外的同学想要回国学习一技之长的话，我会比较建议你们就是先去计划一下你们待在台湾的时间有多久，然后你们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来学习这个，然后最好是保持一个空杯的心态，对，然后让自己就是从头开始学，因为这样你会学得更精准，保持着一个快乐的心，然后就是勇敢的向前。对，勇敢的向前，你一定要踏出去。所以我们回去就是要创业了，对吗？对，我回去要开始。好，那你会在布里斯本的什么区域呢？我会在布里斯本的华人区，或者华人区就是 Sunny Bank，或者是在市区 City。好，关于小 B 的相关资讯，我们会放在资讯栏上面。那如果同学你如果已经是在布里斯本的同学，你真的不能回来的，可以先找小 B 先聊一聊，那或者是直接就找小 B 上课，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这边教出来学生都不会差太多的啦，对吧？对，大家都非常有自信，要带着武器回去打敌人。真的，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小 B 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，那希望这些呢对海外同学呢是有帮助的。那 GR TV 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Hello，小天使们，如果你喜欢